大家早，保牙、保银、保笑容。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上海的外滩，大家看到黄浦江，对，后面的什么万国银行，很漂亮。好。昨天去了很多地方，也拍了一部影片。然后我们今天继续讲，讲我们上次讲的大概15年前，我们用的是牛骨或合成骨，大概10年前开始慢慢的主流就变成人骨。大概这5年呢，这5年有什么新的概念产生吗？这也是我们这次要分享的。合成骨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它吸收太快了，有时候2、3个月骨头细胞还没长上去，骨头就吸收了。牛骨就是不会吸收，就算你补进去，骨头可以爬过去，爬过去之后它也不会被自己的骨细胞吸收掉，所以到你死，它牛骨你身上都带有牛骨。现在的这10年来的主流都是用人骨，就是死人骨头，就是捐赠者的骨头来做填补，它是大部分现在的植牙或牙周病还蛮常用的一种骨粉。这些骨粉就是填充空间，我们把我们需要的填充空间，补出来，然后再盖什么？再生膜，希望骨头细胞慢慢的被诱导，被长上去。当然，自己的骨头长得比较慢要爬到那边需要时间。就算爬上去之后，这些填补的骨头会不会不见？不一定。即便是人骨，也不一定会被完全吸收掉。所以，这些都是手术的医生不希望看到的，因为这些不会被吸收掉的骨粉。未来有没有可能造成感染炎、感染发炎？会不会沾了细菌或牙菌斑之后造成一些感染，反复发炎？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更新、更好的方式，或更好的材料产生？我们先不讲生物因子美国那边有一些因子，再生因子、再生的材料、长骨的材料事实上台湾还没有合法引进的我们先不讲那个，我们讲骨粉类的东西。这5年有一些研究像德国那边有一些研究，事实上我们用自己的骨头怎么用口腔里面有些地方有牙齿，有些地方没有牙齿。那我们在没有需要有牙齿的地方就是像后牙最后那边智齿那边的位置，那边不会做牙齿，可是那边有一些骨头，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把这些骨头的材料拿过来，放到什么缺牙的地方，让它长成自己的骨头，或者是你植牙在扩大的时候，把骨头钻洞的时候，这些骨头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拿来你缺牙的地方来做填补。有研究来说，它的长骨性，因为它本身就带有自己的骨头细胞，所以它可以更快的方式跟自己的骨头相结合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什么骨细胞，所以它长骨的效果是非常的好。你不用等，大概2、3个月，实际上它就完全长成自己的骨头。你用再生材料，用那些牛骨猪骨人骨通常都要等到半年到1年以上。这些材料才有可能，骨头慢慢的才会被爬进去。这些材料都只是占据空间而已。可是呢，你用自己的骨头，它本身就带有骨细胞，骨细胞就会很快的从这些骨头、骨柱或者是骨片里面，慢慢的爬到缺损的地方，然后很快的长成自己的骨头。所以它的长骨的效果是非常好。跟最近的研究来说是这样子。所以它的长骨的能力本身就带有自己的骨球细胞非常的好，非常的效果非常，这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文献，开始有学者
这次的课程啊，算是前导课程。我们讲师大概先讲一个概念，是说利用自己的补助，因为我们本身这半年来已经开始在练习这些技巧，让我们来上进修课程会学更多啊，一些小技巧。所以这几天在上海的第一阶段课程是教我们大概怎么做第二阶段课程会到我们台湾台北来做训练，是请德国的原厂的讲师Frank 专门做骨片的大师我们30月学员一个人都要花30万，然后请他来台湾这边开课演讲以他这10多年来用骨片的方式来做治疗他的长骨的成功率很高，而且会长得很漂亮，而且速度又快，你不用3不5时就等到半年1年以后才能什么植牙而且这些骨粉的材料也不会不见所以用自己的骨头长骨速度很快，3个月4个月就可以开始植牙。如果是对大部分大规模的缺损来说如果有小部分缺损的分，可能2-3个月就做好这些都带有自己的骨头，长骨效果是最好最快的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我们不再需要花这些额外的再生牛骨、猪骨、人骨的材料来做异物的填补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自然的东西，你自己的牙齿保留好，事实上你就不需要这些植牙，你要植牙你就会很麻烦，有时候又感染又发炎，非常的难治疗所以我们希望能用自己的骨头长成自己的骨头这样子效果是又快又好当然这个技术程度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学习进修在缺牙的地方让病人可以在过渡期可以快一点拿到可以有牙齿来做使用这样子这也是我们为这次上海的学习之旅画个一个句点，谢谢，拜拜，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好，拜拜。